七夕当天，我收到了老公精心准备的玫瑰和一件价值不菲的礼服。本以为他终于学会了浪漫，没想到快递员一句话让我清醒，送错了。原来那条奢华的裙子属于别人，而真正属于我的是1分钱秒杀的孕妇装和赠送的洗碗布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老公在朋友面前毫不避讳地说，他的任务就是生孩子、做家务，用不着讲究。就在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时，他的真爱唐心怡穿着那条高定礼服，在我面前炫耀：“嫂子，你觉得好看吗？”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去。第二天，当老公和婆婆发现家里没人，餐桌上只剩下一纸离婚协议时，终于慌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七夕节的早晨，我正在厨房准备早餐。沈岩喜欢吃松软的煎蛋，我特意去学了好多种做法。记得刚结婚那会儿，煎个蛋都会破，婆婆总是在旁边指指点点，嫌弃我笨手笨脚。现在我能把煎蛋煎得完美，她却从来不会说一句好。往年的七夕，沈岩都懒得准备礼物。去年她随手从超市拿了把扫帚，看我失望的表情还说：“老婆，这叫实用，比那些没用的好。”前年更过分，直接把洗衣液和洗碗布打包说是礼物，每次我都笑着收下，心里却越来越失望。叮咚，门铃响起，我正准备摆盘的手顿了一下，擦了擦手去开门，看到快递员手里抱着2个包装精美的礼盒，一大一小，我愣住了。沈先生的快递，他递过来，我下意识接过，看着这2个精致的包装盒发呆。这不像是沈岩的作风，他最讨厌浪费钱在这些没用的包装上。我的心跳加快了，难道他终于想起要认真准备一次七夕礼物了？拆开大盒子的手都在微微发抖，里面是一大束火红的玫瑰，娇艳欲滴。花束中掉出一张卡片，我捡起来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，七夕快乐。”眼泪不知不觉就涌了出来。5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送我花。我想起结婚那天，他连捧花都嫌贵，随便买了几支康乃馨，带着满心期待打开第2个盒子，一道柔和的光芒映入眼帘，是一件香槟色的高定礼服，手工刺绣的蝴蝶在裙摆上翩翩起舞，珍珠沿着领口精心点缀。我屏住呼吸，这个设计风格太熟悉了，这是师傅的作品。我小声惊呼，这不就是莫婷最新系列的限量款吗？3年前我还在法国的时候，经常能第一时间看到他的新作品，那时的我是他最得意的弟子，时尚界都说我是最耀眼的新星。可是为了嫁给沈岩，我放弃了一切，回国给他相夫教子。我拿着裙子站在镜子前，记忆突然回到了站在 T 台后台的那些日子。那时的我多么自信，浑身充满创作的激情，摸着裙子上精致的刺绣，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梦想又涌了上来，正沉浸在回忆里。门铃又响了，我打开门，是刚才那个快递员，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。沈太太，非常抱歉，刚才送错了，这个礼服是送给唐小姐的，这个才是给您的。我的手停在半空中。唐小姐，那个从大学就和沈岩藕断丝连的青梅竹马唐心怡，那个每次见了我都要叫着嫂子却眼神轻蔑的唐心怡，机械地接过那个普通的快递袋，里面是一件宽大的孕妇装，价签上明晃晃写着1分钱秒杀。最讽刺的是，还附赠了一条粗糙的洗碗布，布面都还带着草绳的痕迹，一滴泪砸在孕妇装上，印出一片水渍。
那条洗碗布刺痛了我的眼睛，像是无声的嘲讽。原来在沈岩心里，我就值这么点钱，而唐心怡却能得到价值20万的礼服。5年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样的区别对待吗？我站在玄关，双腿发软，整个人靠在墙上才勉强站稳。快递单在我手里揉成一团，又慢慢摊开。沈岩龙飞凤舞的字迹映入眼帘，催生用，提醒他别忘了生孩子的义务。我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进心里。5年了，我始终没能给这个家添一个孩子。每次去医院，我都独自一人坐在妇产科的长椅上，看着一个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进进出出。婆婆时不时拿着偏方来敲我的房门：“小曼啊，这个你试试，我听说很管用。”她的语气里藏着焦虑，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失望。沈岩从不陪我去医院，他总说工作忙，可我知道他心里也在着急。每次家庭聚会，他那些同学朋友带着孩子来，他的眼神就会暗淡下去。渐渐的，他看我的目光也带上了责备，仿佛我成了这个家最大的失败。其实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当年在法国那场车祸，不仅带走了我的梦想，还带走了我做母亲的可能。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，因为我知道，一旦说出来，这段婚姻就会彻底走到尽头。手机在这时震动起来，我看着屏幕上“老公”2个字，手指停顿了几秒才接起来。沈岩的声音透着不耐烦：“晚上7点，老地方聚会，记得准时到。”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把家里收拾干净再出门。”指令一样的语气，就像对待一个佣人。“好。”我轻声回答。这样的对话重复了无数次，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冷漠。挂掉电话，我走到梳妆台前，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角的细纹不知何时爬上来的，苍白的脸色，疲惫的眼神，哪还有当年站在 T 台后台时的光彩？我慢慢脱下围裙，换上一条简单的白色连衣裙。这是我来中国前最后一次设计的作品，本该亮相在巴黎时装周，却成了我对那段时光最后的念想。今天我要去亲眼看看，这个让我放弃一切的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也许是时候直面那个我一直逃避的真相了。皇冠 KTV 门口灯火通明，我坐在出租车里犹豫了很久才下车。包厢的位置我再熟悉不过，以前总是陪沈岩来应酬，帮他挡酒，哄客户开心。今天我打算安静地看一场戏，隔壁包厢恰好空着，我借着洗手间的由头，靠在虚掩的门边，沈岩正对着的位置。他一如既往西装笔挺，领带却不知何时解开了。几个狐朋狗友围着他，觥筹交错间全是奉承。岩哥，这次七夕可是下血本了。坐在沈岩左手边的男人笑着端起酒杯，给嫂子准备了什么好东西？沈岩往后一靠，醉意上涌让他的面孔有些扭曲。还能准备什么？1分钱秒杀的孕妇装，顺带提醒他别忘了正事。你说是不是很妙？说着对着酒杯猛灌了一口，哄笑声中有人不怀好意地追问：“那心仪呢？刚刚看到那高定礼服的照片，20万起步吧？莫婷限量款，啥时候这么阔绰了？”我看到沈岩的表情突然柔和下来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神态。心仪不一样，她值得最好的，你们不知道。那丫头多完美，上学时就是年级第1，现在管着那么大公司，还是一样优秀。这样的女孩不该被婚姻束缚。我在门外冷笑，想起当年她是怎么说服我放弃法国的事业。你那么优秀，设计的东西那么棒，
我舍不得你受苦，国内有我照顾你。可笑我当时还真以为那是爱情。严哥，你就不怕嫂子知道啊？一个圆脸男人眨眨眼，我可听说他以前在时尚圈挺有名的。沈岩嗤笑一声，杯中的酒洒出来几滴。他早就被我驯服了，连离家出走都不敢，还敢跟我生气。现在除了做饭洗衣服，什么都不会了。我的指甲深深陷入掌心，正要推门，一股刺鼻的香水味首先袭来。亲爱的嫂子，偷听可不是好习惯哦。唐心怡推开门，站在了我面前。她穿着那件香槟色礼服，珍珠在脖子上堆成一片，活像个精心装扮的木偶。嫂子，这裙子好看吗？妍特意给我买的呢。她故意扭了扭身子，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炫耀。我转过身，目光在她身上逡巡，专业的眼光让我瞬间看清了所有问题。裙子是好裙子，可惜穿在你身上完全浪费了。你的肤色偏黄，肩颈线条僵硬，这种香槟色只会让你更显蜡黄。而且，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脖子上的珍珠，堆砌再多的装饰也掩饰不了气质的匮乏，反而暴露了你的俗气。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等着好戏上演。唐心怡脸色由红转白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知道我戳中了她最在意的地方。从前她总是以名媛自居，却不懂真正的优雅，从来不靠堆砌。林小曼，沈岩踉跄着站起来，你疯了，还不快给心怡道歉？我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道歉？我只是说了实话。倒是你花20万买礼服，连什么样的风格适合什么样的人都不懂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转头看向唐心怡，这件裙子代表的是新古典主义与现代优雅的碰撞，每一针每一线都是莫婷亲手缝制。可惜，再好的裙子穿在没有灵魂的人身上，也只是一堆布料。唐心怡再也忍不住，捂着脸跑了出去。沈岩冲到我面前，举起的手在半空中颤抖。你给我等着！说完，追着唐心怡离开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丈夫追逐别的女人的背影，心如死灰。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晚上9点。一进门，婆婆张美玲的责备声就传来：“这么晚才回来，家务都不做了是吧？”客厅里一片狼藉，水槽里堆满了未洗的碗筷。小叔子沈明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，小姑子沈婷则在刷短视频。嫂子，我明天要交学费了。沈明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要买新手机，上次那款呢？”沈婷也开口要钱。我站在玄关，突然感到一阵窒息。这个家永远只会索取，却从不给予。我想起自己这些年的付出，拿出积蓄帮沈岩创业，供小叔小姑读书，照顾婆婆的起居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一条洗碗布和永无止境的羞辱。我走进卧室，打开衣柜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挂着我的衣服，大多是些素净的家居服。角落里有一个尘封已久的箱子，里面装着我在法国时的设计稿和奖状。5年了，我把自己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，却丢失了真正的自我。这一切都是拜沈岩所赐。泪水无声地滑落，我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睁开了眼睛。其实我整夜都没有睡着，躺在这张陪伴了我5年的床上，听着钟表滴答的声音，回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。起床后，我开始收拾行李。这个偌大的房子里，属于我的东西出奇的少，几件衣服，几本书，一些设计稿，一个行李箱就装得下。我的人生好像被这个家抽空了一样，除了日复一日的家务，什么都没留下。最后，我郑重其事地把那件孕妇装
和洗碗布叠好，放在餐桌正中央。这2样东西像是我这段婚姻的最好注解。我在餐桌上放下早已写好的离婚协议，笔尖在纸上停顿了片刻，又加上一行字：沈岩，我不是你的仆人，更不是你圈养的金丝雀。谢谢你用一条洗碗布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价值。走进厨房，我开始准备最后一顿早餐，这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。就算生病发烧，就算心情糟糕，我也从未落下。我把鸡蛋打散，倒入平底锅，熟练地调整着火候。金黄的煎蛋，醇香的咖啡，新鲜的水果。摆盘时，我依然一丝不苟，这是我对这个家最后的坚持。此时的婆婆应该还在睡觉，她一向起得晚，每天早上她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今天中午吃什么，仿佛我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伺候他们一家。小叔小姑昨晚又玩到很晚，现在肯定还在呼呼大睡。至于沈岩，从昨晚追着唐心怡离开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站在玄关，最后环视这个困住我5年的地方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个角落都承载着我的心血。我亲手擦拭的红木茶几，现在依然一尘不染。我精心装点的落地窗帘，阳光透过来形成温暖的光晕。我一针一线缝制的抱枕，每个图案都是我的心血。可这一切，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呢？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应尽的本分罢了。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时，天已经大亮，晨跑的人们从我身边经过，清洁工开始打扫街道。这个城市正在苏醒，而我的人生也将翻开新的篇章。我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报出了机场的地址。出租车缓缓启动，后视镜里那个囚禁了我5年的小区渐渐消失。坐在候机大厅，我拨通了莫婷的电话。这个号码我一直珍藏在手机里，却从未按下拨号键。电话很快就通了，莫婷爽朗的笑声传来。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醒悟，工作室永远给你留着位置。什么时候到巴黎？最快的航班。我看着手中的机票，声音有些哽咽。我要重新开始。很好，莫婷的声音温暖有力。小曼，你知道蝴蝶为什么美丽吗？因为它敢于破茧。去吧，我在巴黎等你。沈家的早晨一反常态的安静。婆婆张美玲像往常一样起床，一边系着睡袍，一边走向厨房，准备对我的早餐挑3拣4。推开厨房门的那一刻，她愣住了。厨房里空空如也，餐桌上只有一桌已经凉透的早餐。人呢？她皱着眉头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突然看到餐桌上那张醒目的离婚协议和整齐叠放的孕妇装，她的手开始颤抖，抓起协议快速浏览，脸色变得煞白。啊！刺耳的尖叫声传遍整个房子。小叔小姑被惊醒，睡眼惺忪地跑出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切也傻了眼。沈岩是被母亲歇斯底里的电话叫回来的，宿醉的头痛还没退去，他开车歪歪扭扭地往家赶。昨晚送唐心怡回家后，2人在楼下温存许久，直到天快亮才回到酒店。你给我看看这是什么？张美玲把离婚协议重重地拍在儿子面前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你的好老婆离家出走了。沈岩扫了一眼协议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他想起昨晚在 KTV 说的那些话，难道都被林小曼听到了？不可能，她那么听话，那么温顺，怎么会有胆量离开？昨晚的事情一定只是个巧合。妈，您别急，我这就去把她找回来。沈岩掏出手机，拨打我的号码。电话里传来冰冷的提示音：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找什么找？张美玲气得直跺脚，
眼泪夺眶而出。你看看他写的什么，说我们把他当仆人，他倒是清高，这么多年白吃白住，现在想跑。沈明和沈婷面面相觑，他们这才意识到，没有了我，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不便。未来谁给他们做饭？谁给他们钱花？谁帮他们收拾房间？谁替他们打点一切？这些年，他们早就习惯了有人无条件的付出。沈岩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不会去机场了吧？他抓起车钥匙就要往外冲。站住！张美玲一把拦住他，先把早饭给我热了，这一屋子人还没吃呢，你妹妹待会还要上课。沈岩僵在原地，看着厨房里的一片狼藉，这个家好像一夜之间失去了运转的核心，那些原本理所当然的生活琐事突然变得无比困难。1个月后，巴黎时装周如约而至，我站在后台，看着模特们穿着我设计的服装来来往往。这是我回归设计界的第1个系列，主题是破茧，从最初的灰色基调到渐渐绽放的色彩，最后是璀璨的蝶翼。每一件作品都诉说着我的心路历程。5分钟后开始，助理的提醒让我回过神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一次检查每件作品的细节。这1个月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创作中，把这些年压抑的情感和创意倾注在每一针一线中。台下座无虚席，前排坐满了各大时尚媒体的编辑。我知道，他们都在期待这个浴火重生的华裔设计师能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5年的沉寂，反而让我的回归更加引人注目。音乐响起，第1个模特缓缓走出，全场响起阵阵惊叹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心跳和激情，这种感觉是任何家务活都无法替代的。演出结束后，掌声经久不息。莫婷走上前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欢迎回来，这才是真正的你。后台的采访中，记者们争相提问。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破茧作为主题时，我微笑着回答：因为每个人都值得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有时候，看似稳定的生活可能是一个牢笼，只有勇敢地打破它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采访结束后，助理递给我一叠报纸，头版赫然是震惊时尚界，沉寂5年的天才设计师王者归来。我随手翻了翻，在国内新闻版面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：沈氏企业陷入经营危机，疑因资金链断裂。放下报纸，我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原来沈岩的公司一直靠我的积蓄在维持。当初我变卖首饰和存款投资他的公司，现在我把投资抽走，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报应。手机里堆积着几十个未接来电，都是沈家人打来的。最新的一条信息是沈岩发来的：小曼，回来吧，我知道错了。公司现在很困难，需要你。看来他现在终于知道，我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洗碗做饭的主妇。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这条信息。现在的我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，也不会再为任何人放弃梦想。那个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一切的傻女孩，已经在那个七夕之夜永远的告别了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年过去，我的个人品牌在欧洲时尚界已经站稳了脚跟。每一季的新品发布都备受瞩目，时尚杂志把我称为最懂东方美学的设计师。我的作品在巴黎、米兰的高端精品店常常一上架就售罄。这1年来，家里寄来的信件我一个都没有拆过，直到这天，收到一封来自沈婷的邮件。
我才第一次了解到沈家的近况。嫂子，不应该叫你小曼姐。邮件这样开头。这一年，我想明白了很多，真诚地向你道歉。你走后，我们家乱成了一锅粥。哥哥的公司破产了，现在靠借债过日子。唐心怡早就跟着别人跑了，连电话都不接。妈整天以泪洗面，说要是你还在就好了。看完邮件，我轻轻叹了口气，这就是人生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当初他们理所当然的索取，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失去后的空虚。或许他们终于明白，我的价值远不止一条洗碗布。坐在工作室里，我正在设计新一季的作品。这次的主题是新生，灵感来自于我现在的生活。设计台上，那条曾经刺痛我的洗碗布被裱在相框里，每次看到它，都提醒着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价值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我看到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从窗外飞过。生活就像蝴蝶的蜕变，当你勇敢地选择新生，就会发现天地之大，处处都是鲜花。现在的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。那个被困在婚姻牢笼里的女人已经破茧而出，展开了绚丽的双翼。这或许就是生命最美的样子，不是为了取悦谁，而是为了成为最好的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